就算偶然吵架，沒有隔夜仇，像塵埃給輕輕抹走。愛與人的富有，父母愛極深厚溫柔，溫馨的一對手，若新可變舊，餐台破舊會搬走，唯有情共愛是永恆。在駐守，當風也讓我避雨，在我失意時，為我吃苦也會樂意，從來在意，絕對也真摯，無止境的愛，細數誰願意？好，程先生，那我一会儿再跟你谈吧。好，就这样。啊，拜拜。喂，你约了程先生下午谈呢？是啊。哎，好啊，如果能谈成呢，我们公司又多了一项服务，就是为客人除甲醛服务。嗯。不用到处看了，志叔现在接到通告才开工的，平时他不会来的。哎，进来。啊，回来啦！不好意思啊，哎麻烦你们了。哎呀，阿金呐，不是麻烦我们，是帮我们呐。知不知道多少客人打电话来指定要你去啊？还有啊，阿乔、阿峰以后跟你吃午饭，说跟你去呢，叉烧都多几块啊。哎呀，你真不够朋友，要妈咪出马才肯留下，我还以为以后看不见你了。那我也以为是啊，说拜拜以为不再见了吗？哎，你把照片冲出来了？是啊，他呀把整间房间都给贴满了。他说呢，那天大家都笑得很开心、很灿烂的。要我说呢，这张照片呢，笑得最灿烂的是阿金哦。要我说的，笑得最开心的是妈咪，是吗？个个都很开心的，是吧？和你们一起啊，真的很开心。你这么说就对了。总之以后呢，大家开开心心的一起做事，别再辞职不干了啊！进了大总管呢，大家就是一家人啦。知道。那么今天我去哪儿清洁？这方面你要听阿静的安排了。我没安排你啊，我不知道你会回来的啊。哦，你今天不是约了客户下午谈合约吗？阿金，你做过秘书啊，你陪阿静去吧。哦，我不行啊。啊？哎呀，你摆明了就是欺负我，一张嘴就拒绝我。行，那我带上记事本跟你去。好。哎，是。喂，见人之前呢，你们两个研究一下细节，再跟人家谈。行了，好吧，走了，妈咪，拜拜。哎，老婆啊，喂，你有没有发现呐？他们两个有点相配呀。哇，你别搞这种事啊！不是啊，你的徒弟阿金，你也挑大拇指称赞他。糟的是他老爸坐过牢啊，随时不知道惹什么麻烦回来呀。了解。你怎么突然说这种事情啊？不是阿静对阿金有意思了吧？不是，当然不是了。我突然想喝儿媳妇茶了。哦，吓死我了！我们这个产品呢，可以去除 VOC 和甲醛，尤其是家里新装修的墙纸油漆了、地板、家具，甚至是喷雾式的杀虫剂，因为它们都会含有大量的 VOC。我知道呢 ，VOC 会随着空气飘扬，就算打开了门窗，家具油漆呢还会继续释放出来，而且会长达3到10年。如果长期吸入呢，轻则让气管敏感了、哮喘并发，严重的可以引致肺部功能永远受损。是啊，因为甲醛呢有很好的消毒和防腐的功效，所以很多木材和纤维板都会加入甲醛来增强它的防腐和防虫的功能。你们产品的原理是怎么样的？我们的产品呢是分解空气中的甲醛，变成对人体和环境无害的水分子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想再多问一点，你们说空气中的甲醛呢？阿金，刚才你说甲醛呢会分解成水分子，那么这些分子呢有没有机会再复原呢？
因为我知道有另外一种产品呢，声称可以分解甲醛，但是只是暂时性的，有机会再释放出来。当然不会了，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呢是经过化学分解的，所以你可以放心使用。好，那太好了。如果我们公司用你们的产品呢，就真正可以做到家居服务一条龙了。你知不知道法庭的速记员是怎么速记的？他们不会打出所有的字，他们用音符原理来记住字，所以看他们的笔记呢，好像没有字似的。不过你更厉害，简直像漫画一样。刚才不好意思啊，你们说的那么快，我记不下来。还有你们说的那些化学名，我又听不明白。不过一会儿回去呢，我会整理一份详细的记录给你的。我不是说你，你会用自己的方法来记住重点的，就是说你这个人呢会变通，我又能看得明白，没问题啊。你能明白最好了，我还怕你说我呢，还打算跟你说我会学速记。哎，下次我会画得快一点了。不过你的画工呢就马马虎虎了，小生的画的比你好啊。什么？小生是我教的。是吗？那干脆你画个鸡腿啊，画个汉堡包。我肚子饿了哈，我们去吃东西吧。好啊，我知道有家酒楼新开张，有1元鸡。是啊。喂，阿信啊，一起吃饭呢？啊，一起吃饭？是阿乔他们一起啊？记住替我约阿金的啊。哎，老是躲来躲去的也不是办法，与其逃避，不如面对了，是吧？真的不行啊！你打死我也不会再干了。怎么像智叔的声音啊？不会再偷了，这次还是孝敬店里神经病啊！我现在戒烟戒酒，我以后不会再犯罪了。我刚刚才跟女儿相认，我不想她永远不认我这个老爸。我不会干了，不干了。你说不干就不干了。好啊，你的手不偷东西就没用了。上次打瘸你的腿，这次砍断你的手。哎，住手！社会闲事。喂，跟他没关系啊！臭三八！过哟！你怎么样？你们别跑，我已经报警了。走。怎么样？哎呀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我现在送你去医院。你没事吧？哦，没事。我这点皮外伤而已，阿静倒霉了，无缘无故挨了一刀，这都怪我不好啊！我已经报了警了，他们不会再烦你了。哦，哎，烦啊，谢谢，烦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怕他们认识你，找你就麻烦了。行，你还记得你刚才跟他们说过什么了？当然了，我发誓，我以后要老老实实做人。那以后在大总管你要好好做事，因为他们对我们妇女真的很好。我们妇女？啊，是，朋友可以选，亲人没法选的嘛，女儿，我一定会好好做事的，你放心吧，女儿。谢谢你啊，护士啊。医生怎么说？不用照 X 光。哦，没事啊，缝了几针。我小时候踢球摔倒啊，缝了10几针，一样没事。你看这儿有道疤。幸好是下巴，这么帅哥可惜。哇，你是不是夸我呀？我做公关的时候，对女人说美女，对男人说帅哥嘛。好，那倒是，那倒是。怎么样，智叔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没事，谢谢你啊，救了我跟阿金。行了，你说了很多次了。哎，对了，刚才我们没吃成饭，那干脆吃夜宵吧。哎呀，你的手弄成这样，别到处跑了。啊，女儿，你一会儿送阿静回家，做碗餐蛋面给她吃，知道吗？伤手不能沾水的。我先走了，不妨碍你们。嘿嘿。那么，既然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就请你吃顿病号饭，报答你了。哦，这么客气啊。原来那个韦太太，她曾经照顾过100多个宝宝呀！哎呀，她简直就是陪月界的祖师爷啊！刚才呀，只是听她说怎么管理陪月大姐啊，就有的学了。哎，老婆，这个韦太太应该同行如冤家，她却这么大方，不但没有遮盖掩饰，还借这么多资料给我们参考啊！赚钱也可以有社会良心的嘛。我们互相交流心得呢，一来可以帮助宝宝，二来呢又能帮助产妇，是为他们好嘛。明白。下届啊，我会提名你做结清。搞什么嘛，人家要40岁以下的。你像38嘛。好了，快点把资料给我。好。哎呀，来，很重啊。时间表这么拍了。哎，妈咪。阿静，你的手怎么了？哦，没有，昨天我点货的时候不小心割破了，没什么事。这么粗心呐，
你这么忙点货，就叫阿乔、阿峰帮你的忙嘛。哦，好好啊啊，我晚上熬山芋汤，记住回来喝啊。啊，知道。我去你办公室看看资料。没问题啊，你去吧。不好意思啊，你应该……嘘，你是不是想害我被人骂？不是就行了。哎，今晚收了工有事做吗？今晚还要跑几家，然后去买东西。那不如，老爸，你看什么呢？哦，看报纸。那份是英文报纸啊，老爸。是啊，我知道。我去做事了。阿金，做事小心点。阿静啊，你臭小子胆子真大，连你妈咪都敢骗。手是怎么受伤的？哦，我昨天本来跟阿金约了智叔吃饭，谁知道半路呢遇见智叔，有人逼他去偷东西，智叔不肯，那大家冲突起来，我这里被刀割了一下。你被人用刀砍？嘘，哇，你干嘛这么大声啊？你没事吧？哎呀，有事我回得来吗？哎，学人家英雄救美是吧？你说到哪儿去了？嘿，你骗不了老爸，老爸一直都觉得阿金是个好女孩，不过你妈咪不识货嘛。不是啊，妈咪现在不是也留他们俩在这做事吗？你妈咪心里啊始终介意人家坐过牢啊。还有啊，她答应收她做徒弟，不代表她答应收她做儿媳妇啊。你妈咪对你的女朋友要求多高，全世界都知道啊。老爸，你要不要说的那么远啊？嘿，能远到哪儿去啊？现在又走了有多远呢？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没有啊？啊，到哪步了？八字还没一撇呢。切，你这人做事啊总是这么慢吞吞的，要雷厉风行嘛。关于爱情这方面的事，你要有什么问题可以请教我呀。呵，这样，那我要不要带他去鬼屋转一圈呢？妈咪当年也是这样中的计啊。再用这招也不错啊。好啊，是啊，30年前差不多，丽媛都结业了。抛锚。啊，搞定，去买东西。一起吧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我看了出勤表，知道你在这儿开工，我又在这附近做完事。啊，我答应了小生，如果他5次默写100分的，就送样礼物给他。现在你去买东西，那正好一起去啊。但是你买礼物，我买清洁用品，不同路哦。哎呀，现在10元店什么都有得卖，没问题。我先回公司把这些放下。那好，一起吧，来。我算过了，3分11秒。什么3分11秒？你刚才进了店里啊，就像抓药一样，买完所有新居清洁用的材料，还不是有职业病啊？我虽然笨了点，但是佳佳姐说的话我全都记在脑子里了。一会儿要去旺角呢，买张书桌给小生。哎，有车！司机，下车！过了禁区才能下。哎，我怎么不通呢？糟了，他会不会出事啊？我打你电话干嘛不听啊？到处都找不到你，
再打又不通了，吓死我了。我想打给你的电话摔坏了，去电话亭打给你呢，你电话又不通，可能你正在打给我吧？我怎么知道你这么粗心？我也不知道你会这么紧张。我当然紧张了，因为我答应了给小生买张书桌嘛，你又答应了帮我拿。来，我帮你拿吧。走吧。小生的书桌你选好没有？他喜不喜欢？哼，我选的，他一定会喜欢。唐太太，Cindy 啊，怎么唐医生做手术要这么久啊？唐太太，其实做手术呢很难估计时间的。你怀着宝宝，还是先回家好了。你这盒吃的，一会儿唐医生出来，我替你交给他。我想再等一会儿。那好吧。对了，Cindy，唐医生平时他是不是也这么忙啊？他是不是一做手术就几个小时不见人了？唐太太，其实唐医生的工作安排呢，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，你最好问他本人了。哎 ，Cindy， 小姐你好，请问你贵姓啊？上次 BBQ 没见过你啊。哦，你好，我叫 Apple。哦，你是新来的，我怎么没听手里提起过你啊？唐太太，其实呢，唐医生工作那么辛苦，他未必想把公事带回家的，他不提我们也很正常的。这样好了，你刚才不是说约了个裴月去你家吗？你先回去，我替你把吃的交给唐医生啊。那好吧，谢谢你啊。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喂，刚才那个唐太太怎么回事？那么怪啊！一看见我的那种表情啊，简直把我当仇人一样啊！她经常搞 BBQ 派对什么的。开始啊，我以为她帮唐医生搞关系呢，后来发现啊，她想跟我们摸底，监视她老公，怕他搞婚外情啊。不是吧？跑到医院来抓奸，她是不是有毛病了？唐医生的老婆，唐医生，唐太太给你送吃的来了。谢谢。我们出去做事了。手里啊，你每次心烦呢，就不停地吃东西，什么事告诉我好吗？让你看些东西。我已经决定了，不想再拖下去。再这样的话，我真的会疯的。离婚协议书我已经拟好了，我想今晚跟他说。怎么了？你觉得这样不好吗？我现在每天都闻到姜醋味儿，妈咪说应该熬好拿去你家了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委屈你了，我真的不想再耽误你啊。不是啊，其实我们3个人都不好受。我只是觉得，你老婆快要生了，你知不知道一个女人怀着宝宝很辛苦的？如果你这时候跟她离婚的话，我觉得很残忍呢。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？我也等了这么多年了，不如等你老婆生了之后，她的情绪稳定一点，我们再打算。你真想这样？好，到时候就算是他不肯，我也会跟他分居。跟这2年之后呢，我就可以单方面跟他离婚了。行了，我不想再听，听得越多，我心里越不舒服。始终是我拆散了一个家。对不起啊，总之你等我。佳佳姐，唐太太，你回来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要你们在门口等我。不要紧，你慢慢来啊，不急不急。哎，
进来呀，进来。我把姜醋放在冰箱里，吃之前那2天放鸡蛋和猪脚进去热一热就行了。哦，谢谢。哎，佳佳姐坐。好啊。哎，唐太太，你就快生了啊！如果有什么事呢，打电话给我们了，你不要到处乱跑。好啊。其实呢，我做了些卤水鸡翅膀给我老公吃，他很喜欢吃嘛，所以我就特意拿去医院给他吃了。关心老公当然好了，不过男人做事的地方呢，做老婆的始终不太适合去的。他们会觉得你是想监视老公，这些闲言闲语呢，对你跟唐医生都不太好的。没有啊，我真是送东西给他吃哦。不过刚才我在医院里看见有些新护士，漂亮又年轻，我这个孕妇跟他们一比啊，马上又老又丑了。男人呢，就算80岁都喜欢年轻的，所以要是变心呢，怎么都拦不住。哎呀，金乐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你的前任老公呢是这样，不代表所有男人都是这样吗？哎，你不是要去陈太太那儿做事吗？你快去了。哦。其实我比我老公大3年，我现在又大着肚子，肥肿难分，他一定嫌弃我。怎么会呢？你跟那些年轻的根本就不一样。你是幸福漂亮的妈咪吗？又是硕士生，又有文化，他没法跟你比的。不要胡思乱想了。其实呢，我一直想织毛衣给宝宝和我的老公，但是我又不会织。你看看，我连起针都不会。我教你啊。好啊。老公回来了。哦，唐医生。佳佳姐。佳佳姐特意给我们送了姜醋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哎，对了，早上我炖了牛肉，现在热给你吃啊。佳佳姐，你今天晚上吃了饭再走吧。哦，谢谢，我不吃了，我还要到陈太太那儿去呢。哦。那我送你。好啊。唐医生啊。那就算你怪我多事呢，我也要说啊。我们做陪月的呢，有责任要照顾孕妇的情绪的，但是也要你这个做老公的配合，不然的话呢，我们再努力也是白费的。我上次不是说过吗？你呢应该多抽些时间陪陪太太，别让她胡思乱想的。那我会的。信心是你给她的吗 ？OK， 我送你。我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老公啊，牛肉还没热好呢，要不你先洗澡？好。老婆，我的毛巾呢？你要离婚呢？为什么翻我东西？你为什么要离婚？你是不是有了别的女人？我怀了你的宝宝，你现在才不要我，那个女人是谁？你快点告诉我！你先冷静一点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你先坐下好不好？你发了疯没有？是，我是发疯，那又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会离婚的，我始终是宝宝的妈咪，奶奶的孙媳妇。你那么疼奶奶，你要离婚是吗？我要告诉奶奶，所有事都是你干的，我不会让奶奶看见这个宝宝的。我要你唐守礼永远做个不孝子。你终于露出你的真面目了，啊？你想用女儿来绑住我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除了会用女儿和奶奶要挟之外，你还会做什么？我这么做也是想你留在这个家里。演，你继续演，不演了。你天天在我面前楚楚可怜的样子，装得像个贤妻良母。你天天在想办法监视我，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啊！唯有天天想办法提防你，这样做夫妻有什么意思啊？哭，你继续哭。
我不想跟你吵，我也不想再刺激你了啊。离了婚之后，我会继续养女儿 ，OK？ 等你妈回来之后，你生了女儿，我就走。就这么多说完了。你要走，现在立刻就走，别给我在这里装好人！我告诉你，宝宝不会有你这样的爸爸，你以后都不会再见到他。我不让你看见他，你现在立刻走，走啊！首里，找得我这么急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他知道了，我要跟他离婚。他知道了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我搬出来住了。那他呢？他像疯了一样。他知道我们之间已经没有感情，所以就用女儿来逼我留下，又用奶奶来要挟我。真的不能等他生了再说吗？妈咪说他最近的情绪很不稳定。其实我也很矛盾，我也想很冷静地跟他谈一谈，但是我发现我越留在家里，他就越激动。我想我不在他面前的话，也许他可以冷静一点。其实，如果你想改变主意的话呢？你别这么想了，这件事早晚都要发生，只是时间问题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2个女人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，一个是奶奶，一个是你。我打算解决这件事之后，希望可以跟你一起回加拿大，重新生活。一来可以照顾奶奶，二来不用再怕被其他人骚扰了。你说好不好？平民，你在这儿啊？那，哦，谢谢。你在这儿干嘛？当然是游泳啦，难道是来借书啊？看着啊！哇！喂，行不行？当然行了，这么多水花。不好意思啊，最近胖了一点。哦，对了，我是来学游泳的，快点教我嘛！别玩了，你是校队的，我教你什么？我不会游仰泳嘛，快点嘛！你自己游啊。是不是要学啊？来，先练憋气，越久越好啊。仰泳也要憋气。是啊，不叫你别上来啊。你谁啊？哎，真是你啊！是啊，真有意思。你上岸才戴泳镜啊？受不了了！我还以为你像我一样游泳不戴隐形眼镜就看不到呢，真怕会认错人。有没有搞错？看见他就把我给忘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没事吧？你干嘛多管闲事啊？谁叫你救了？你这么没礼貌啊！没关系的，本来是他不对嘛。现在是我被水淹，你还怪我？为什么你帮了他？当我是什么？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惹他生气了。米香，sorry 啊，他总是这样无缘无故的发脾气。你真的一点都感觉不到？什么 ？Kimi 吃醋啊！他做那么多事就是想引你注意嘛，快点去哄哄他吧。我跟他没事啊，我当他是兄弟啊。你当他什么都好，如果对他没意思的话呢，就早点跟他说清楚，别伤人家嘛，知不知道？你当我是兄弟，那你是不是觉得跟我一起的时候好像同性恋啊？怎么会啊？我横看竖看都是个女孩子，是不是？我还以为一直在你身边，你早晚会有一天感动。你要做小丑、做苦力，我都无所谓。但是所有都是我一厢情愿、自作多情。行了，你放心吧，
我以后不会再烦你了，你不用再害怕躲着我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，Kimi。哎，这么早回来了，不用去学校卖冰淇淋了。我不想连干冰都赔上了。原来我卖那个牌子的冰淇淋被验出有大肠杆菌啊，谁还敢吃啊？你进了那么多货，那不是亏钱了？哎，别提了。最近我太倒霉了，想去球场等米歇尔吧，谁知道怎么等都等不到。你想骗他到什么时候啊？你叫我一直冒充下去也不是办法嘛。还有啊，我也有自己的朋友，刚才又差点露馅了。什么？你见过他？你们说了些什么？米歇尔说 Kimi 喜欢我，叫我跟他说清楚啊。你有没有说？我没有跟 Kimi 说什么。我不是说 Kimi 啊，我说你要跟米歇尔说清楚，让他别以为我很花心。阿乔、阿峰啊，出来吃饭啦！哦，我尝过京乐做的姜醋，好吃啊。我以为他只会做泰国菜呢。啊，熬姜醋也这么棒啊！哎呀，每个孕妇看见我送姜醋去都很开心的，只有唐太太一个人呢，愁眉苦脸的。是不是她还怀疑老公有外遇啊？哎，来吃饭了，吃饭了。老婆啊，你应该能说服她，你开解人最拿手了。一段婚姻出现了危机呢，不是说2句话就可以挽救得了吗？一段婚姻出现了问题，也不是外人看的那么简单呢。对喽，所以千万要小心选对象了。女的不能嫁错郎，男的也不能娶错妻子。那就好像唐太太这样吧，她自己本身的学历很高的，但是跟她老公呢，就好像是男尊女卑似的。对了，阿静啊，虽然说你是大哥啊，将来结婚呢，你就要选一个身家清白、贤良淑德的回来，你要做榜样给弟弟妹妹看，知不知道？行了，妈咪，我这么大的人了，知道怎么做。行了，你们2个读书的时候千万别拍拖啊，那些什么初恋呢，信不过的。你跟老爸也一样是初恋啊。我们不一样嘛，我们是少数成功的例子。还有你啊，现在想起来呢，当初不让你拍拖是对的，不然的话呢，你随时可能会变成怨妇，就好像那个唐太太一样。谁知道？你只是猜的嘛，说不定你当初拆散我们，造就了另一对怨偶呢。那你现在也是猜的嘛。我可以肯定啊，现在你们2个都很好，如果有机会见面呢，还得谢谢我呢。好了，吃饭了，别说这些了啊。怎么样？刚才那顿好吃吗？那个儿童餐是不是你早预定的？我们2个大人可以叫儿童餐吗？儿童餐我给大人价钱，他们当然说好了。啊，还送了顶皇冠，适合你这个公主戴。来，什么呀？你还说你是王子呢？你也要戴？哇，你别弄我头发啊！哇，不行！糟了，什么事啊？妈咪啊！吓死了，还以为露馅了。Sorry 啊，我想稳定一些呢，再告诉妈咪。你知道他那个人什么都要管，我之前的女朋友都被他说走了。你不用道歉，我明白。你妈咪那么疼你，当然想你有个完美的女朋友了。我这种有不良记录还带着个孩子，她不满意我也很正常。你别这么说了，贬低自己呢，就是贬低我选女朋友没品位。我知道委屈你了，不过你放心，我正在慢慢做工作，妈咪很快就接受我们的。我也不想你为了我搞得你们2个不开心。那，明星也玩地下情了，就当我们是明星了。一会儿我们去哪儿 shopping 啊 ？shopping？还打算跟你去迪尼玩呢。哦。阿荣，在看什么？哎，老爸，这么晚你去哪儿了？我去买糖水嘛，有你的份儿啊。看什么这么神秘？干嘛不回家看呢？没有，我在看你的东西。哦，老爸，你不是说过呢，一个木匠最想有把聪明电锯吗？知不知道我上网查过，真的可以买到。我打算买一把送给你，好吗？还是你最关心我啊！哎，最近一直忙着搞大总管的事，哪还顾得上木匠活啊？
别花那些冤枉钱了。你以后再也不搞家具店了。人呢，不能太贪心了。那譬如说，手只有一双，你捧着红豆沙，一定要放下才能拿起那碗芝麻糊嘛。得到一些呢，就一定会失去一些。做人呢，最要紧是懂得放手。你的意思是，如果有些幸福摆在你面前，但要牺牲别的，你也觉得值得？那就要因人而异了，因为每个人追求的幸福定义都不一样。那你可能为了追求爱情而做些牺牲，那就牺牲喽。比如说我最大的愿望呢，就是见到一家人健健康康、整整齐齐，将来你们事业有成，开枝散叶，我觉得已经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。哎，开家具店，开不开都无所谓了，是不是？怎么样？那些爱情烦恼还不能放下？不说了，快点把糖水拿回家去，不然妈咪的追魂科又来了。嘿嘿，好啊，走。嗯。这个呢是给你带回去喝的，对你的手有好处。谢谢。怎么样？明天要不要去复诊呢？要啊。哎呀，我不记得了，要把合约给程先生送去。哦，那就你老爸送去喽。啊？送什么？送给谁呀？哦，去除 VOC 的供应商程先生，我答应了明天送合约给他签啊。啊 ？VOC 是什么？你不是说只有清除甲醛吗？老爸。VOC 包含了很多化学物质的，除了甲醛之外呢，还有乙醛和甲苯，哎，很多样的。哎，这个 VOC 又乙醛又甲苯的，我是真笨了。不是只有甲醛一样吗？一般新装修的单位是最多的，因为那些油漆和新的家具都会释放大量的 VOC， 而且年期还很长呢。如果人体吸收了这种气体，会导致癌症的。哇，厉害呀，阿峰，你怎么这么熟啊？我也是上网看到的。我还知道啊，很多杀虫水也含有大量的 VOC 和甲醛，所以妈咪你别乱喷了。好，算你有本事，那明天就派你去做信差，把合约送去喽。哦，谢了。程先生，我代表大总管家居服务公司把合约送过来。不好意思，你回去跟你老板说，我们的协议要取消，有问题你叫他给我电话。为什么？我大哥已经跟你谈好了所有条件，为什么又临时不签？哦，原来你是诸葛金的弟弟。既然这样，我可以实话告诉你，因为清除 VOC 这种技术呢，现在很热门。上次跟你大哥谈完到现在，已经有很多公司打电话来想跟我们合作，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加价的空间。程先生，做生意最重要讲究信用。既然大家已经谈好了所有条件，你怎么能坐地起价呢？既然做生意就是想赚钱，我这么做也无可厚非。你们提供的只是产品，我们提供的是直接接触客人的服务。我们大总管规模虽然不算大，但是业务发展得很迅速，行内的口碑也很好。就算你们产品有多了不起，如果没有一间负责任、肯忠诚服务的公司替你们来做推广，你想你们的产品会得到市场认同吗？还有，日本已经开发了利用环保纳米去除 VOC。我们大总管之所以选你们，是因为你们价钱公道，而且你们的质量和技术都达到了标准。如果你们不想和我们合作，我们可以找其他公司，但是你们就会错失先机。我们不只不能成为合作伙伴，还随时会成为你们最大的敌人。到时候你一定会后悔。我听你这么说也很有道理，做生意要讲信用。好，我决定跟你合作。谢谢程先生。喂，你在这儿发什么呆啊？没有，我在想你之前跟我说过的话。你说人只有一双手，要放下一样东西才可以拿起另外一样，所以我打算先放下冰淇淋了。你不想卖冰淇淋了？我认真考虑过了，以前读不成书，又喜欢吃冰淇淋，以为卖冰淇淋不用脑子，又可以赚钱。细想起来，其实是我自己在逃避，因为我怕出去做事不能跟别人竞争啊。那既然你现在打算放下冰淇淋，那你又打算拿起什么呢？姐姐，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呢成功说服了供应商跟我们合作？我知道，大哥早就打电话告诉我了，他还说那个程先生之后呢还不停地称赞你能干。怎么了？打算回大总管帮忙啊？以前因为学历不高，英文又没有人家好，觉得什么都不如别人。但是今天发现原来不是这样。昨晚大哥临时要我帮他去送合约，我真担心给搞砸了。
所以就赶快上网查资料。想不到真用上了，还挽救了一笔生意。啊，原来我弟弟很有做推销员的天分啊！这也证明呢，只要你肯努力去做，绝对不会比其他人差的，你一定成功。所以我决定不卖冰激凌，专心帮大哥搞好大总管。你说好不好？我简直举双脚赞成啊！哦，为什么我觉得我弟弟今天特别帅、特别成熟呢？很 man 啊！是不是啊？那要庆祝一下了。我请你吃冰激凌吧。啊，还吃啊？既然不卖了，只好自己吃了。你一个人吃好了。喂，唐太太啊。佳佳姐，我肚子好疼啊！啊？不知道是不是要生了？我要不要去医院呢？唐太太，你别太紧张了。唐医生在不在你附近呢？我现在一个人在家，我不想找那个坏蛋。那你别那么激动，你冷静点啊。我现在就坐计程车过来啊。喂，唐太太，什么事这么紧张？我要去唐太太那儿看看，她是不是真的要生了啊？哎呀，糟了，我今天还约了那个徐太太呢。老公啊，干脆你替我去跟她谈谈了。喂，我不行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她还没到生的日子呢，去看看她而已。那这本记事簿你先看熟一点，查查她的产前用品准备好了没有。西座。哎呀，好疼啊！哎，太太，太太，你怎么了啊？你什么事啊？觉得怎么样啊？你住哪座？我住西座，肚子好疼啊！你是徐太太？是啊，你是？我是大总管派来的，就是来照顾你的。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哎呀，不行了，好疼啊！哎呀，我羊水破了，我想快要生了。啊，你镇定点，镇定点，别担心，你忍着点，我送你去医院啊！来，小心点。哎呀，好疼啊！别太紧张，唐太太，就快到医院了。你打电话给唐医生没有啊？我帮你找他好不好？不要！你别打给他，我不想见那个坏蛋，我不想看见他。好，你别那么激动，我不打给他了啊！哎，别紧张，哎，放松点。好疼啊！怎么那么像媚珠啊？細聽幸福節奏，就算眼前鋪滿着一堆污垢，亦能輕鬆將它抹走。你獻盡所有，就算報酬仿似從沒